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天天向上集结防疫最强音，村长领队领衔硬核村支书，大喇叭喊话乡村好声音。就这一代，谁也不爱，声音一吼，全部都走。爱心劝导我不累，你不听话我流泪。外出要把口罩戴，半张脸儿一样的帅。要打着关注台，关注在，关注家里的淘气怪。关注自己的台，关注你的台呀！现在我在村里面，徐书记来了，他们都赶紧的向屋里面跑啊，那些95%的村民听话，有一个半个他不听话，咱们就得勤做宣传。对，紫薇小燕子来科普，没有劝不动的父母。皇阿玛，您看，福字13画，口罩的罩字也是13画，罩字谐音罩，戴上口罩就是找到福气呀。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方式？这个疫情初期的时候，大家对新冠肺炎的了解不是很深，那就做一支视频吧，更容易接受。对，能够接受。宅家云配音，魔力声音秀。欢迎小花！头山一周你好高哦，爸爸你好厉害耶！爸爸你非常巨大，而且好拉风。你喜欢我的声音吗？你喜欢我的声音吗？你喜欢我的声音吗？巫婆，你喜欢我的声音吗？我原以为在家办公是这样的，举手投足间尽显职场精英气质，可实际上是这样。我已经1个星期没有洗头了。我不认识你啊，你哪位啊？渣儿，疫情过去了，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要奔跑、旋转、跳跃，还要跟敖丙一起踢毽子。今晚天天向上，声未够，声先行，持续高能发声，等待春暖花开。天天向上开始了，接下来有请宅了1个月，已经云里雾里的天天兄弟，有请宅家1个月，越宅越能飙高音的高天鹤。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有请宅家1个月依然超级带感的王一博。就抱着无感，有请宅家1个月把猫都撸脱了皮的前锋。有请宅家1个月不知道有没有写出新歌的大张伟。我们天天向上散发着光，天天向上闪光，一起说，不离不弃，直到天上。最后，让我们有请从来没有超过1个月不跟兄弟们见面的汪涵。兄弟们好，兄弟们好，兄弟们好。好了，电视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58同城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欢迎各位啊！我们本期《天天向上》呢，依然要用云录制的方式来陪伴大家。从来没有1个月没跟兄弟们见面，也从来没有这么幸福的。清静了很多哈，每天都是有太清静了。前锋怎么样？最近啊，这1个星期过去了之后，你家的猫秃噜毛了吧？都已经掉毛掉的特别厉害，我也掉毛掉的厉害。哦，真的？咱2个人就在家比谁掉毛掉的厉害。
你吃饭怎么解决啊？我爸妈知道我一个人在家，然后营养要给我跟上，然后他就发微信给我说：“露露，我们今天来给你送点好吃的，好吧？有红烧肉、烤笋，有牛尾汤。哦，牛尾汤啊！然后说那个我们到你家楼下，我们就不上去了啊！记得把王一博的签名照带下来，把王一博的签名照带下来。”结果照片一送下去之后没菜，没有菜。哎呦，不好意思，爸爸妈妈一开心忘了给你带了。对，照片一递妈妈手里，妈妈说：“哎，你是谁呀？你为什么要下来？”对。在这1个月有没有特别想出门的时候？怀念朋友聚会的时候，是吧？想把以前赖的酒全都补上。一博有没有特别想出门的时候？有，就感觉不出来，在家待着腿都没劲儿了，都软了，出去运动运动，滑板什么的。脚痒了啊，憋着啊，脚痒。一博，你这是又换一地儿？对，又换了一个比较灯光好一点、宽敞的办公。上期啊，王一博还只是一个公司的人事部总监。对，现在你看这个应该是直接升任老板了啊！每期节目王总都要换一个地儿。哎呀，这公司大的耶！韩哥，我觉得我自己在家一个人跟自己玩特别开心，就是有的是玩的感觉。每天天河起来说，今天我玩这只手，明天我玩这只手，后天我玩我的脚脚啊，大后天2个手一起玩。换着，有些网友在那个阳台上开演唱会，天河你也对啊，我看到过，我看到过互动，还会拿手机开闪光灯。昨天我在阳台喊。我想出去玩，我太难受了，居然马上秒回就有人回了，我也是。保安的说，对，都别出来啊，马上也是都有。大张伟，你有这么长时间在家待过吗？你平常都那么的忙？哎，就是喜欢在家待着。去我妈那儿吧，因为我们离得很近，然后之前都是走地下室。你妈也给你炖了牛尾汤是吧？啊，对，也没有，因为我没有王一博的那个签名嘛。所以说，哎，你看没囤吧？我就知道我妈要给我送汤，所以囤了点儿。我换不来肉，然后但是之前都是走地下室，后来我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从小区的那个外边走的，然后也感觉能呼一口，也感觉挺高兴的。对，已经到了这个2月底了啊，全国大部分地区呢都已经开始进入到了复工的这样的状态，现在还是不能出门，又要找工作，那怎么办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请教一下王总了。58同城呢现已为全国求职者开通视频面试功能，找工作上58同城，在家就能面试。我估计王总下一次再念这个广告词的时候，应该会在58同城的总部坐着。爷，哟，这是干嘛的？后面是58同城。那早都讲过了，是不是？不要提起啊！这个不去放用啊！这个你们都是在这干什么？你们这是云聊天。那些个都是在云彩上的啊，都是在云彩上的。哎呀，云彩上的那不是神仙呐，那个都是。这节目还有小品呢，这是。给你们演个小品，人家还行。欣赏小品。谢谢村长，谢谢。村长最近在家里宅的都在干嘛呢？哎呦，这宅的跟大伙儿都差不多呀，白了都。哇哦，都白了啊！一开始就在家里边啊，就吃了睡，睡了吃，找点什么事儿干。对，总得有事儿干。但是孩子能不能给点乐趣？孩子太可怜了，本来都答应好了，就是我们去三亚。哎呀，各种好玩的地儿，而且我还把我小摩托车给运到三亚。您看看，哎呦，改相声了是不是？小品改相声，许愿心爱的小摩托车，我骑着我的小摩托，后边直接改直销，韩哥捧哏，拿出产品说我们这个三亚这边买的这个东西，小摩托。哎呦，您接着说啊，没办法，怎么办？怎么得带孩子运动运动？但是外边不能去，咱不能给社会添乱。对呀，对吧？捧哏，韩哥捧哏，韩哥黄金捧哏。旅游你得从 A 点到 B 点啊，那是在你一个待熟了的地方到你不太熟的地方，从待熟的地方到待生的地方，就是哪个地方还生呢？哪个地方生呢？妇产医院。
没有啊，干活啊，干活啊，卫生是吧？然后厨房里边你得归置那些个东西，忙一天，特充实。哎呀，我听说后来开了直播了，对不对？我们老听我们讲这个疫情的事儿，孩子也紧张，半夜哭吓害怕。哎呦，睡不着觉，跟小朋友都玩不了。哎，在屋里边实在没什么干，你说看电视不能老看，是不是？孩子他闷难受。在发生这个疫情之前啊，有一个老电影叫《美丽人生》，二战的时候，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爸爸那个时候都不能让孩子害怕啊，他要把所有这些恐怖的事情变成一个游戏。对了，让孩子知道整个他都是在玩儿。我觉得爸爸特别伟大。哎，我是一个爸爸，还有千万个孩子家里边都这么闷着。如果闷不住了，哪个孩子偷溜出去怎么办？我在想，能不能够给孩子一些陪伴，让孩子稍能用他们喜欢听的方式，能让他们了解一点这个疫情的知识，愿意戴口罩，愿意洗手了，然后这段时间他能安静下来了。然后还有孩子就问冠状大魔王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爸妈老不让我们出去啊？他什么时候能走啊？然后就要细心的一个个跟他们解答啊，跟孩子们聊一聊。真有爱啊！瑞哥啊是人特别的好，在这之前呢，给我们也送了口罩，也给《爸爸去哪儿》的里头那些孩子也都寄了小孩专用的口罩，然后有一些口罩又被退回来了，因为孩子们都长大了，都只能遮这么一小点儿。我得跟大家伙说一说啊，这个让我特别感动的事儿。我们弄那儿童口罩，因为它更贴合儿童的脸部嘛，对，我们就想给这些宝贝们一人多寄一点。但是很多家的爸爸，包括宝贝在里边讲说，村长不要给我们寄了，我们家是少，但是呢，别给我们寄了，对，因为一定还有更多小朋友需要。你看，我们家这儿还有，我在屋里尽量不出去。村长，你能不能把这些口罩给别的小朋友？你看看，特别感动。孩子们说出这样的话的声音，才是天使的声音，对，是吧？对。小朋友还是要戴口罩，出门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注意，比如说他们不能用成人的口罩来代替儿童的口罩。对，1岁以下的儿童呢，我们就建议呢在家待着，包括现在给孩子喂食物的时候呢，长辈有的喜欢吹那个勺，那个里头其实也是有飞沫的。特别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让小孩子知道这是个游戏。你千万不能说硬逼，你就得戴口罩。哪个家长这么愣啊？就是。好，你不知道家里边不光孩子，爸妈都快崩溃了。对。然后跟孩子说，哎，有那大坏蛋，是不是？他在外头，他会来伤害我们的。那我们带着他，他就不会来伤害到我们了。我们来玩这个捉迷藏的游戏吧。孩子他就愿意配合，有方法，对，循循善诱。瑞哥呢，跟很多真正的村干部有过交流。现在的农村干部给您留下一些什么样的比较深刻的印象？现在的村干部啊，跟我们以前在电影上看的不一样。扎一个白羊肚那个毛巾袄子，不那样，都是吹着天鹤那样的头出来的啊。不仅背头，对，不仅长得好，而且有知识，有见识。哎呀，太好了！而且呢，就农村的防疫啊，其实比我们城里边它更加的认真细致。是，里边有一点，人家村里边都有大喇叭啊，不要出门，然后不要聚集，不要在一块打麻将，然后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他们是件容易的，他们是真的不容易。所有这些工作都是靠我们这些最基层的村支书这些干部们挨家挨户的去做。感谢这些村长们为我们防疫啊、抗疫的这场战斗当中啊，充当了前沿的先锋，真是不容易啊！我们再次谢谢村长，谢谢村长，谢谢下次来玩啊！谢谢。大家都知道，在抗击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这场全民的战役过程当中呢，中国各地的农村的基层干部啊，真的是竭力先行啊！他们面对接收信息还没有那么精准的这些农村的朋友呢，村干部的宣传工作就是尤为的重要。在防控新冠肺炎的时候呢，很多基层干部都取消了这个春节的休假，各地的大喇叭就各显神通了。大家现在可以在手机上面看到各地的大喇叭，还有就是开着车把那个大喇叭安在车上的，挨家挨户的喊。你不要以为这个你上人就去，人家就很欢迎你啊！你不要以为你上人就去，人家就很欢迎你，是吧？你别太自信了啊！别太自信了，这个是吧？咱们反复的强调，不管你跳骰子，阿波吃的20个，还是喝1几个那么呢？不管你开的是宝马、奔驰、帕萨特，骑的还是摩托车和电动车，疫情严重，赶紧回啊！不要在这个胡跑了。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4位的村支书，邀请他们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来上线，请大家先听听看他们的应和喊话，我们仔细听，看看能不能够听出他们到底是哪里的人。来，
第1位。我下来当了我爱出来吃饭，跟人家一样面月，你说人的眼瞪眼不可以不回家。这发言人各入口举嘴，说话的我都要你能打的人来，我给你开个空调，叫你搁这坐3天3夜。河南的。第2位。咱们谁也别出去，这疫情现在没解除呢，你知道有多冷，你知道吗？咱们没要求村民干别的，就像你踏实在家待着，保护自个儿。第3位。刚刚小车上，高铁乘凉，掐你呀，不要砸卡我的，跟人语气坏熊你的，不是我学，不理解就不得了。高铁呢是我爱去的，我的原来是当时一样是在你好，为大家好，我修炼啊，学这用力，不要让熟悉。第4位。注意卫生，勤洗手，留在家中不乱走，不打麻将不打牌，不打对对都人爱，野生动物碰不得，不串门来不请客，外出要把口罩戴，半张脸蛋一样帅。最后一个应该是四川的啊，然后倒数第2个应该是我们湖南某个地方吧。第1个是河南的，河南河西，河南孝王。然后第2个应该是哪儿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村支书上线。好，我们请4位先给大家打个招呼。主持人好，大家好。您好，你好。我是河南周口郭岗行政村支部书记徐小丽。河南的老乡啊，大家好。您好，河北涿州市窦庄镇江庄村委会主任王月华。大家好，我是湖南衡阳小泽村支书谭建刚。大家好，我是四川解阳火山庙村的第1书记蒋庆松。简阳的解阳羊肉汤好喝，羊肉汤，欢迎大家到解阳来喝羊肉汤。对，等疫情过了以后啊，一定得去啊。每个人好像都有口号，我们从小丽开始。袖章一戴，谁也不爱；声音一吼，全部都走。袖章一戴，谁也不爱；声音一吼，全部都走。特别严厉。但是小丽，我们看您的样子好像特别的温和呀，很和善的。为啥声音一吼全都走了呢？然后谁都不爱的呢？您以前在村里应该是人见人爱吧？对，声音比较大，厉害。但是非常时期必须要厉害严厉一点。对，因为这是为了大家。我们来看看小丽支书的咆哮喊话的视频啊，他是怎么喊的？你骑个车子，你出个头，仰个脸，你原路也，你搬下去，口罩你也不戴，这不敢吃吗？再敢车上说的话，我咬我的嗓子都疼了。你看，还打悲情牌，天天喊我的嗓子都疼了。我们问一下小丽，您这个是临时自己发挥的，还是首先手上有稿子的？没有稿子，都是心里想什么就怎么想就怎么去说嘛。就是我在村里面干12年了，村里面大部分的人都认识。真的有不戴口罩的话，有不听话的，我会在喇叭里就是提着名字吆喝他们。现在人自觉多了。对，直接点名。小丽支书啊，就是村民对您喊话的这个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也都能理解，就是你都知道我的性子比较急嘛。现在我在村里面，他们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啊，就赶紧有些出来的那个村民啊，就跟你向屋里跑。还有些小孩嘛，他们就是老在家里待不住啊，要出来，他父母只要说，哎，徐书记来了，他们都赶紧的向屋里面跑啊，那些小孩。狼外婆，现在怪兽。防小丽，其实小丽平常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人家在抖音上面，可不像现在了。哎呦，这么美啊！哎呦，哇！这个滤镜一点都不重，我哎呀，火，厉害，跟本人一模一样。作为这个河南老乡啊，一博，你试试用你自己的
声音也给村民们喊喊话，河南话。那这里有词儿，一波啊。那不要再说话了啊！按照我吃饭还要出门。等等，这不是河南小王的正确打开方式。那不要再说话了啊！按照我吃饭还要出门。你在家里也没加班吗？再发现恁在路口大嘴说话，就把你弄到大队里来。我帮你开着免费的空调，让您在这说3天3夜，说到天荒地老。就别回家了，别回家了，啊，别回家了，永远在这空调身边。太棒了，棒！我们要问一下这个小丽啊，因为这个疫情爆发在春节期间啊，大家都有一个想玩的心，而且村里面的这些朋友呢，过年的这种走亲访友的这种习惯呀，有可能会更加强烈一些。那实在是有不听劝的，非要出门的走亲戚的，还有这种现象吗？也有走亲戚呢，被劝回去了，就是不让来嘛。就是姑娘走娘家，就是不让来了，就说微信拜年嘛。还有一些年轻人，他打牌，他老婆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呀，徐书记你赶快来吧，我管不了我老公，你赶快把他抓走吧。就这样，抓走吧，就自我监督了。好还行。现在就是在村里，除了您自己以外，还有没有年轻的朋友在帮您？有啊，有很多那个大学生志愿者，从这个网上查到很多这个新的防疫的这些知识嘛，发到群里面去，让大家学习这些知识。就是还有一些农民他不理解的情况，他就发到群里面问这些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这些大学生志愿者会给他们及时的解释清楚。我们知道您那个村啊是这个大棚的蔬菜基地，在这次抗疫的战斗过程当中呢，你们也为镇上就是捐献了很多的蔬菜，对吗？是的，我们村是一个大棚蔬菜基地，就是在防疫开始的时候嘛，有一线的这个白衣天使啊，还有工作人员啊，还有派出所的，他们没有菜的时候嘛，买不到菜，我就发动我们村的村民捐一些菜。我们村的村民真的很善良，捐了4天多，已经捐了3次。3次啊！谢谢您，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来跟那个四川老乡简阳的轻松，你好，轻松，轻松。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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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四川简阳火烧庙村第1书记蒋轻松。听了我的顺口溜，在家防疫乐无忧，打赢防控狙击战，病毒就此散伙饭。呵，押韵王，四川押韵王。这个是即兴的打油诗。对，您为什么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用这样的方式，有可能很易于传播，大家也容易记住啊，朗朗上口的。这些顺口溜都是我们自己创作的哦。里面既有上面的上级政策，也有我们的很多的防控的知识措施。还有特别有些顺口溜是来源于我们生活中见到老百姓一些小故事，比如说其中有一句顺口溜，有一次有个老百姓看见我就笑着说：“江书记，这个戴起口罩不好看呐。”当时我把口罩我指着给他看，我说：“这个外出要把口罩戴，半张脸儿一样的帅，一样的帅。”啊，半张脸一样的帅，是吧？哎，对，更加会让人接受的一种方式。对，因为它很俏皮，很好玩嘛。特别是用四川话来这个说这个顺口溜啊，非常的好耍，有意思。你说的我都想吃火锅了，好耍！欢迎到我们成都，到我们简阳来吃火锅。好，前锋，哎，你现在就扮演一个村里的村民。就想出去吃火锅，绷不住了，每句都得有顺口溜啊，就绷不住了，憋不住喽。村长，帅哥你要出去啊？要出去吃火锅嘛，吃火锅嘛。哦，随意走动要不得哦，不串门来也不请客哦。你这个吃火锅是自己吃还是请客哦？约了2个朋友嘛，朋友们一般都是过年期间过年拜年嘛。我说线上拜年请不钱。互抢红包还可以得钱喽！线上拜年是可以，线上火锅不得行的嘛。火锅我们现在不能够在这个外面吃火锅，我们可以自己屋头整点爱的嘛。自己屋里头整。村长给他一句口号，把他镇住。来4句抵住我。疫情结束吃火锅，身体健康，天天乐，天天乐。对，天天乐啊！还要请上高天鹤，还要请上高天鹤，王一博来乐一乐，最后加上王一博，还有一个王一博，我们兄弟坐一坐。
四川人我晓得是很喜欢打麻将的呀，血战到底。现在有没有人还是想出去打哈儿麻将哎？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少部分的老百姓这个手痒啊，对，手痒，特别想打牌。经过我们反复的这种宣传，我们用这种大喇叭，用顺口溜的方式，现在更多的老百姓能够理解我们这个工作，自觉的就不打牌了。哦。那您如果是碰到这种情况下，您会怎么喊话呢？就是哎呀，村长不得行了，在屋头已经憋疯了，必须出去打哈儿麻将。就我们这个天天兄弟几个一起坐一桌，对头，坐一桌，几个兄弟伙，大家都了解，肯定是没得病的。我跟你们说，打牌不是人人赢，病毒来了就家家输。哎呦，哦，这句好厉害啊！哎，你刚刚打了个1万，我蒋书记今天把你这张1万先给你没收了。疫情过后，我再把这1万还给你。我跟你说，不怕你少这1万，就怕万一遭传染。哎呦，这个好，厉害！青松书记啊，原本是火烧庙的这个扶贫书记，然后疫情发生之后呢，就从扶贫一线战斗呢到了抗疫一线。现在村里的这些农产品会不会在销售上面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一次的疫情发生了以后，对这个村上的包括是产业还是经济，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我们也通过很多的工作，尽量把这个疫情的影响把它降到最低。对，这个一个是现在在逐步在复工，这个复产，完善了我们的相关的很多手续，特别是我们的产业的工人，他们开具了健康的证明。同时，我们要求他们复工生产的时候必须要佩戴口罩。在这个开工之前和结束以后，必须要用酒精进行这个杀毒。对，在这个非常的有安全保护的状态之下，积极的面对复工，还是要出生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韩哥。我们自己村里有这个30多亩的蔬菜大棚。这个上一季种植的是羊肚菌，羊肚菌结束了以后，我们马上准备种植苦瓜和南瓜进行套种。同时，在我们的这个大棚以外，还有260亩的藤椒基地。藤椒。对，所以我们的产业应该是非常广的，再加上我们村里鱼塘的几条鱼。以后请大家来吃我们的藤椒鱼。哎呀，这个太好了，好的，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来跟那个岳华村长聊一下吧。大家好，我是河北涿州酱庄村主任王岳华。爱心劝导我不累，你不听话我流泪，掏心掏肺为各位，疫情过后再聚会。疫情过后再聚会。就像你们踏实在家待着。保护自个儿，人呐都有良心。我们刚才听你喊话的时候，好像都哽咽了，那个声音流泪了嘛，特别感性，流泪了，真流泪了。对，铁汉柔情的，怎么就会喊话喊着自己都把自己喊哭了呢？哎呀，那天村里出了个小插曲。村里有一个小青年啊，约了外村的2个孩子。想喝酒聚餐。哎呦，刚一上了车，咱们的执勤的知道了，给我打电话了。我们就开始查这辆车。当事人是怎么都不承认车上拉孩子，怎么都不承认。咱们就开始找他们说，我说你拉了不要紧，咱们必须得知道这俩孩子是哪儿的，是不是外乡的。对，这孩子怎么都不说，我这就是着急呀，怎么会不着急？就是怕来了这个外省市的。对，说咱们村这现在防疫防这么紧，好几10位志愿者都为党支部村委会帮忙，无怨无悔，任劳任怨，都是为咱们村。所以你想的这个也容易流泪啊，也感动。人家凭什么呀？对不对？大家都这么不容易啊，都挺不容易的。那现在您喊大喇叭一天得喊几次呢？村委会我全天上这儿值班。喊大喇叭无数次，一碰见点什么事，随时就得喊。那睡觉做梦都喊上得。这个不喊不成，这个1000好几百口的人。对呀，1000多人。疫情现在还没解除。对，说有一些村民95%的村民听话，
有一个半个他不听话，咱们就得勤做宣传。对，其实我知道啊，您是工作了20多年的这个村支书了，经历了这个03年的这个非典，也经历了这次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2次经历有什么不同吗？您觉得？咱们现在，村民素质提高了一大截，工作也好开展了啊。对，好开展了，都很自觉啊，都在家待着呢，都听劝。对，希望您的工作越来越顺利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我们湖南的啊。大家好，我是湖南衡阳小车村支书谭建根。重要的是，在上片教大家关注台、关注宅、关注家里的头气鬼。管住自己的腿，管住你的腿呀，管住你的嘴，这不像粤语的是吧？管住你的腿，管住你的嘴，管住你家里的淘气鬼。这个大年初一啊，我知道您就对这个小初村呢实行了封闭式的管理啊。当时为什么这么快就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去年年底，我们在那个电视里面看到武汉那个疫情啊非常严重。我在湖南农业大学学过2年生物学。我跟村民说啊，那个生物界有3种：动物、植物、微生物。我说你们天天跟那个动物、植物打交道，这个微生物啊，它看不见也摸不着，好多次。历史上的大型瘟疫啊，死了很多人，就是这个微生物传播的，所以我们的村民啊都积极支持了。你看，知识就是力量，直接给你进行一个科普工作啊，给你讲为什么生物。所以您也是在第一时间就是劝退了几10个村民返乡，还有一些红白喜事儿也延后。我只要知道有哪一家做红白喜事，我就去劝。我说这个传染病啊，主要是不串门、不聚餐、不聚会。就可以隔断它。你如果一聚会啊、一聚餐呀，大家在一起就很容易传播。最好呢，喜事不停，但是推迟另外日子更加齐全，因为你办了，别人不一定赶来。对，会扫兴啊。有的人准备回来，我就会套大家去劝啊，你迟一点回来。如果没事，你待在那里也没事；如果有事，你回来了，反而害了家人，害了亲。哎，有道理。一群人，我们听说啊，就是现在村民呢很配合，都在家里待着。但是您好像也组织了村里的非常特别的走路运动。我们村啊，但你心里的意识很强。平时呢，早上和晚上大家都是成结队的，一边聊天一边散步。现在就不能走了，我只能在家里的桂花树旁转一转，每天转80圈，要走8000步以上。哎呦，每天8000步，也不能因为疫情啊。影响到你身体吗？对，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力、多大的财力，都不如你自己有好的免疫力。对，对，还有坚持运动，待在家里才是最好的。接下来呢，4位村支书要考天天向上啊，属于学习到几级的防御知识达人。他们每个人带来一道题。第一题呢，我们出题的是小丽支书，来，请出题。我们村的武汉就是返乡的村民嘛，他们自愿在家隔离，这个志愿者戴着口罩，在距离隔离人员1米的地方放下物资，这个做法对不对呢？不对，不对吗？应该是3米吧。放下物资，然后离开，然后再去拿物资吧。好，小丽支书，你的河南老乡说放下东西就走，您觉得答案？不对，不对，不对，是那个米不对吗？还是说是方法不对？方法不对，1米跟米有关系，就是对这个隔离人员嘛，距离1米这个做法对不对？我问的是。3米对不对？3米。这个冠状病毒啊是飞沫传播的嘛啊，飞沫可以在1至2米内。就是进入这个易感的黏膜表面，就是我们要接触的话，除了戴口罩啊，我们要隔离人员就是2米的距离。2米。那我离3米不是更好吗？离3米够不着啊，拿个棍儿够啊。好，第2题，我们请谭支书来提问。这位小赛哥，有2位村民在丢弃那个口罩的时候啊 ，A 村民是把口罩用塑料袋包装以后丢到那个其他垃圾收银器里面。B 村民呢，他是将口罩用剪子剪碎以后丢到垃圾桶内。哪一位村民做法是正确的 ？B 是正确的，还要剪碎。A 是正确的 ，B 是错误的啊？对，我也觉得 A 是正确的 ，B 要剪碎嘛，因为它是布，很难剪。哦，要把那个口罩自己隔离到一个垃圾袋里。哦，塑料袋。对。
我们现在小区里都是有那种专门丢废弃口罩的垃圾桶啊。我们来问一下谭支书，我们都觉得 A 是对的，用塑料袋装起来丢弃是对的，那个捡是错误的，因为你们捡的去捡，那个口罩面啊，还有第二次污染的可能所以传播到剪刀上了。好，第3题，王主任，我给前方出的问题。给为什么我这么说？有2位村民向我申请外出采购。A 村民戴着口罩、手套和墨镜 ，B 村民戴着口罩、手套和防水围裙。哪位村民的佩戴的个人防护装备不正确？我选 B。我也觉得对， B 因为他没有护目镜。如果说是飞沫传播方式的话，眼睛也会传播的，所以要防护眼睛。前方帅哥，错了前方帅哥错了，应该是 A。墨镜太装了是吗？近视镜和太阳镜都不具有封闭性，所以它没有保护作用。没有封闭性，它不比不戴。如果作为应急使用，具有较好的封闭性和泳镜可以替护目镜，但这个泳镜镜框相对较小，对眼眶压力较大，不建议长期替代护目镜。对于普通人群，暂时不要佩戴护目镜。好了，我们接下来第4题，蒋书记出题。这个饭前便后，外出回家用流水洗手，有个7字口诀。A 前后左右大力碗 ，B 内外加工大力碗 ，C 内外加工大碗碗。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内外加工是什么东西？恭喜发财。内是指手掌内外，这是外，对，外加这样，然后呢？这样子，公还有这个呀？对，哦，这手指甲是吧？对，大是这样子，对，力呢？这个手戳在这上面，这样子，对，指甲缝里面都能洗到力。挖掘机手挖自己的脏的啊，手挖，手挖。我觉得应该是 C。B， 谁选的 B？ 对，有可能是 B。还有选 A 的吗？你这个跟孟辰有的一拼啊！我想这个采访一下韩哥，你选 C， 选择了错误答案，你是怎么想的呢？哎呀，我选择飞起来了，错误答案吗？总得有人选错误答案吧？对，我是属于那种前扑，然后他们属于后继的。后继。这个正确答案应该选 B， 内外夹攻大力丸，经常洗手免传染。太好了，又押韵了。谢谢我们4位村支书，你们真的非常辛苦，你们真的就是战斗在第一线，用你们自己动情动容的声音保护着自己村里的每一位村民，谢谢。其实呢，我们冠名上58同城在疫情发生的情况之下呢，发出了最美的声音号召，并联合优秀的企业呢推出视频面试、在线微聊等服务，来提高企业的招聘效率，缩短找到好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呼吁大家在租房的同时呢，也通过 VR 视频在线上来看房，选好房源以后呢，快速签约，足不出户就能够租到好房子，安全又省心。我觉得这个很好。我听说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就是通过这种零接触的方式，在58同城上面出租，还有租到了很好的房子呢。好多人都出不了门嘛，有很多朋友在家里都玩起了配音。你能不能起来运动一下？你再不努力运动，你就要成猪了。又不能出门，又没人陪我玩。除了看风景还能干啥？老妈，我想吃红烧肉。我看你这个样子长得就像红烧肉。刚刚吃饭，你是不是没洗手啊？你知不知道手上有很多细菌的？希望病毒快点过去，我谁也不见，只想快点出去挣钱。在这段时间，还集结了一群特别热爱配音的年轻人，在大年30晚上用一支视频然后劝很多长辈戴了口罩。接下来我们就让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看这群年轻人有趣好玩的战役声音。震惊！近期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之后后果极其非常的严重。可很多长辈偏不信，以为自己比吃外卖熬夜脱发的年轻人身体好，怎么劝他们戴口罩比他们劝我们穿秋裤还难？
皇阿玛，您看福字13画，口罩的罩字也是13画，罩字谐音罩，戴上口罩就是找到福气呀。戴口罩出门不是制造恐慌吗？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当人人都戴口罩，恐慌的将是病毒。这几天我刷着新闻，总是忍不住哭泣，可又放不下手机。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情绪稳定才能更好的抵抗病毒啊！怎么稳定？要关注权威媒体的信息呢，不信谣，不传谣，好好休息，适当做些运动，找些自己感兴趣的娱乐活动呢。比如阅读、听音乐，在网上 VR 旅游。要实在无聊的话呢，跟我一起练绕口令啊。红防护服红，黄防护服黄，黄防护服没有红防护服红，红防护服没有黄防护服黄啊。小卓，皇上拉群视频了，我这就来。人都到齐了，贵人鸟今天形象气质满分。谢皇上，有被夸到。好尴尬，居然只有我一个人穿睡衣。万姐姐，你这算什么？你看我还在吃早饭呢。华妃，你控制一下你自己。有的人表面上认真开会，背地里一直在偷偷截你的表情包呢。皇后娘娘说的不会是您自己吧？双手举猫以示清白。哦，本宫忘了，各位没有猫，本宫不该戳你们的痛处。老板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在家工作，远离床，远离沙发，远离一切可以躺的地方。有任务，哎呀，有任务你随时在群里添我，我都在。妈，我要撑死了！同学们把课件下一下，看第1页。我不想上网课。我还不想当主播呢，直播了1天，连个打赏的都没有。这么早就开工了？疫情期间，办公室的租金还要照付，不开工哪来的钱？还好 IT 行业有电脑就能工作。那等到疫情过去之后，你第一个想接的是谁啊？当然是理发师，不然到时我得先绝了才能看到你。最后提醒大家，出门要像我们一样戴好口罩，咳嗽或打喷嚏时捂住口鼻，避免唾液飞溅。食用肉禽类要彻底煮熟，尽量避免去人多的地方。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将视频转发到家庭群和朋友圈。哦，好像哦。峰哥首先带头来一个绕口令，红防护服红，来。红防护服红，黄防护服黄，红防护服没有红。你是吃什么被烫着了？我这是。哎呀，这个为难那个福建的朋友了。福建的朋友念起来他们很自信，红黄护胡黄啊，黄护胡黄啊，红黄护胡黄啊，黄。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这支视频的创作团队，我们掌声有请他们上线。樊含笑、冷子君、周礼泽，有请。来，3位先自我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是怀秀帮的创始人，也是怀秀帮的帮主，我叫樊含笑。在团队里面主要负责策划和编剧，谢谢。哎呦，含笑他们家有一款祖传的药，叫做含笑半步颠。我天天在家蹦迪是不是？哇，含笑半步颠。对。Hello， 大家好，我是怀秀帮的配音员，我叫冷子君，在刚才的视频里主要负责紫薇的配音，谢谢。子君，你们的名字包括含笑啊，这些名字都是本名吗？对呀，对呀。不是艺名吗？你本身叫冷子君啊？对啊。哇，这名字哇，特别令狐冲的感觉啊。嗨，天天兄你好，我是怀秀帮的配音员周礼泽。在刚才的视频中，我配的是雍正皇帝，谢谢。就是那个
是吧？声音特别厚。对，陈建斌老师演的那个。你们每个人是不是要配很多角色呀？对，要适当的分裂一些角色。那咱们现在帮里面一共有多少人呢？帮里其实人很多，因为我们主要是爱好兴趣来的嘛。这是五湖四海的，参与过我们配音的都有上百个了，常驻的大概是20多个，都是因为爱好团聚在一起。角色丰富啊。对对，有专业的，也有非专业的，也有从非专业的因为自己的努力变成专业的。哇哦！你看特别厉害，有从非专业的变成专业的，也有从专业的变成了非专业的。这个没有，不专业没有，改行了直接啊。您和您的小伙伴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去科普这个新冠肺炎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疫情初期的时候，大家对新冠肺炎的了解不是很深。尤其是一些亲戚啊、长辈啊，他们可能对戴口罩这件事就会有点将信将疑嘛。然后有一天，我们的群里的小伙伴说：“哎呀，怎么样都劝不动父母戴口罩，怎么都拦不住他们要去拜年走亲戚。”然后我们在想怎么办，就说那就做一支视频吧，就是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比如说用一些他们喜欢的经典的影视剧啊，一些角色，然后配合一些剧情去把这些防疫的信息植入到里面去。他们可能在不动声色当中看着看着就了解到了这些信息，并且更容易接受。对对对，能够接受，然后就自觉的戴起了口罩，效果还挺好。我们大年30发的，然后大年初1我一起来，就很多信息就说，口罩断货了，对不对？对对对，买不到了。然后朋友圈里面、群里面都说看到了这个视频，我妈还拿着这个视频说，这就是你不睡觉做的东西。我说对啊对啊。她说她的老姐妹们都在传这个事情，而且都教育自己的孩子说，哎，要戴口罩了，要勤通风、常洗手。对，大家这传播开来了。对，这个花了多长时间呢？您和您团队的小伙伴们花了2天。对，但其实我们平时做一个视频是要4、5天的，但是因为这个话题特别赶嘛，通宵做好了那个剧本。就是床上蹦起来就开始写，然后在大年30晚上6点半的时候发布的。当时还会担心说会不会大家都去看春晚了，就不看我们的视频了。但是觉得说，哎呀，不管这些了，我们早1个小时发，就可能会多劝一个人早一点戴口罩，多劝一户家庭在大年初1的时候不去拜年。对，因为这是创意配音嘛，所以他们每个人有的时候瞬间啊分裂出很多不同的声音。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子君、李泽用不同的角色的声音来展示同一句台词，就是勤洗手，然后戴口罩，少出门。我们来听听看是谁啊？三哥，我妈说了，出门要戴口罩，拿了外卖要洗手，在家里要多通风，为自己也是为大家，不给社会添麻烦。这谁掐着你的？好强！王宝强啊！就是王宝强。啊！我来个狠一点的。哎呦我天！一点的嚯！包租婆不要说了。兄弟，快戴上口罩，把你们漂亮的小脸蛋遮上。嬷嬷，来了吧？兄弟，快戴上口罩，把你们漂亮的小脸蛋遮上。哇，容嬷嬷。我跟子君在合作一个吧，我们合作一个，哇，还能合作啊！钱常在，你已经在家待了1个月了，不愧是常在啊！瞧你都日见风雨了啊！别说了，这1个月那么冷，那么长，每一秒是怎么熬过来的，我都不敢想。在家中待久了，苦杏仁，吃着也是甜的。谢谢。《甄嬛传》里面的应该是对不对？那《甄嬛传》那个气氛一下就进去了啊。其实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配音演员啊，跟这个演员啊是一样的，都需要来解放自己天性，一下子年纪大，一下子年纪小，一下是这样的性格，一下那样的性格。哎，我们兄弟们要不要自己来尝试一下，看看你们自己的声音可塑性怎么样？怀秀芳呢准备了有一段有关酒精信息的配音，里面有4个角色，唐僧，还有这个沙和尚，还有钱枫，还有至尊宝。还有猪八戒，除了我以外，融入角色了已经。大张伟应该是唐僧啊，那个唐僧，对，我到了，钱枫应该是猪八戒，对不对？这是不二人选。为什么？你不二，说你不二，你急什么？你不二，我不二是吧？王一宝、至尊宝，怎么样？高架桥是我们的沙和尚啊。沙和尚怎么说话来着？来，你先看一下。
哎，酒精买60度到80度是吧？是啊，多买点。酒精不宜大量存放，还要避免热源和火源，避免阳光直射啊。师傅，你怎么才拿来外卖？哎呦，悟空啊！我让外卖小哥放在门口，等他走了才去拿。少接触一个人，这样双方都安全嘛。我已经用酒精擦过包装袋了。哎，你干什么？放手啊！哦，你想吃啊？想吃就先洗手嘛，洗完手我就给你啦。这里哪有沙和尚？我们这哪有沙和尚？有沙和尚吗？第一句是。第一句来，都准备好了吗？预备备，开始。哎，酒精买60度到80度的吧。酒精不宜大量存放，还要避免阳光直射啊。师傅，你怎么才拿来外卖？都放在门口啊，等他走再拿呀。少接触一个人呐，这样双方都安全嘛。我用酒精擦过包装袋了。你干什么？放手啊！你想吃啊？想吃你就先洗手嘛，洗完手我就给你啊。师傅配的好，师傅配的好，大张梅你可以入帮了啊。可以。帮主应该觉得还可以啊。我们谢谢怀秀帮用轻松愉快的方式给大家普及这个防御安全知识。当然，我们也特别喜欢你们的作品，也希望未来能够听到更多的作品。谢谢你们，谢谢，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下次请你们到节目中来玩。好的，好，一定要来，谢谢，拜拜。其实配音呢不一定非要团体作战啊。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几位配音发烧友。我们首先请来第一位朋友，听听他的声音，看看能不能猜出他是谁。哦，来了。大家好，我是白白胖胖的独角兽。这不小新吗？哎，你本人也白白胖胖的吗？我们苗条着呢。哦，但是不管你是胖还是瘦，我都爱你哦。你不要笑，你一笑就暴露你是谁了哟！笑暴露了！现在我说话像崔健一样哦。我们前段时间好像见过面哦。你们也太厉害了吧！我感觉我演不下去了。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周深，宇宙深啊！祝他们来生再世再与朕为敌吧！你喜欢我的声音吗？你喜欢我的声音吗？你喜欢我的声音吗？巫婆，你喜欢我的声音吗？这个深深啊，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配音选段？小花老师在《身临其境》里面表演过，就是《冰雪奇缘》。来踢馆了。58同城天天向上，待会儿见。58同城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58同城独家冠名的天天向上。58同城现已开通视频面试功能，找工作上58同城。大家好，我是白白胖胖的独角兽。这不小新吗？哎，你本人也白白胖胖的吗？我们苗条着呢。哦，但是不管你是胖还是瘦，我都爱你哦。你不要笑，你一笑就暴露你是谁了哟！笑暴露了！现在我说话像崔健一样哦。我们前段时间好像见过面哦。你们也太厉害了吧！我感觉我演不下去了。而且好奇怪，我们之前还对过台本哦。好棒哦！那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再装了？哦，那你早就可以不装了哟。赶快拿下来吧，毛都浓的，会打喷嚏的哟。欢迎小花。还是我。欢迎。好久不见，我挺好，白白胖胖的，越来越白胖了。
这是没有啊。欢迎小花，前几天小花来到我们这个天天云时间里面做客，分享了她的这个美食料理。因为我知道小花是特别喜欢做吃的东西，为此呢，她还愿意专门去学。她在北京呢，也认识一些特别懂吃的、懂生活的一些老先生们啊，老先生们也特别愿意跟小花去交流，所以进步越来越快。除了在家里做美食之外，小花还在家里做什么呢？这咱们吃饱了就还是得运动运动嘛。就是现在在网上有除了直播，你可以上到清华北大的课以外。然后你还可以上各种的客厅广场舞的课，对，客厅广场舞，不管你什么时间起床，都不会给你机会找借口，因为他24小时都有轮班的老师。这个老师不得累死啊！那老师还苦了累死了，24小时轮班上课吧？对哦，不可能当中有一些是重播。对，换班。你就一直都在家里待着吗？对，我一直一个人在家待着。其实四川人过年过节的时候特别，都是喜欢出去打麻将。那你妈妈他们会不会也想起出去打麻将啥子的？会。那怎么办呢？我今年回家比较早，然后大概是大年29吧。那时候，尤其是父母亲那一辈的，他们对于疫情的严重性就没有那个意识。对。然后他们每天都要出去打麻将，就说什么都不听。然后后来是我弟弟直接给他们举报了。举报了？嗯。What？ 弟弟给举报，弟弟真的直接给举报了。就看那天突然一窝蜂，然后特别的那个灰头土脸就回来了。我说，哎，你们不是去打麻将吗？说也不听，对吧？我说撵回来了，早撵回来了，我不晓得哪个把我们举报了。他不知道是谁啊？现在都不知道。那你们家那个电视都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姐姐把弟弟给卖了啊！你扛一下，明年过年回去我再送礼，我再补偿你。这个弟弟大义灭亲，直接举报妈妈打麻将。姐姐大义灭亲，直接举报是弟弟举报的，举报妈妈，一个连环举报案啊！其实很多子女啊，为了劝爸爸妈妈重视这次疫情呢，真是煞费苦心啊。小花，你是怎么跟自己家长说的？一开始说什么都不听嘛，然后我觉得最直接的办法是，现在我们不是有疫情地图了吗？我说实时定位，每天刷新啊，你看。一开始可能离我们是隔壁城市的，然后隔一天就变成我们城市了，然后到最后发现他们那个棋牌室的隔壁的那一家就已经有确诊病例了，所以对，有这个之后幸亏没去啊，完全不敢出去了。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你得软硬兼施，就给他们看一看。网上不是有好多视频吗？村长喊话呀，各个地方还有各种方言，他们又觉得挺好玩的。哎，那你会在你们家族的群里面，你也会模仿那些村长跟他们喊话吗？他们会 Q 我啊，真的？他们说：“哎，马冬梅，快来喊话一下。”马冬梅，哇，那个配音简直太神了。那我们现场来几段，来。我得喊话，我得准备点道具。哎呦，大喇叭。装备齐全，拿个纸一卷，有没有回音？有，效果出来了。你们干啥呢？跟你们都说了800遍了，咋还不戴口罩呢？啊，是不是你呢？看啥呢？瞅哪儿呢？天上小飞机盯着你们呢。好了，别唠了，赶紧回家吧啊！没事，别出来玩，知道了不？知道了。知道了不？你造吗？你造吗？我造了。小花这东北话说的太好了，是四川人吧？小花怎么把我们东北话学的这么好？我觉得东北话它就是有一种天生的感染力啊，魔性。我小时候我记得去沈阳看那个2人转，看过一次之后，回来就一直说东北话，1个月改不过来。哇。韩韵的这个语言天赋是非常非常强的，我是真心实意的，还找了很多片段在看，我觉得哇太棒了，而且配动画片那个英文发音啊，前夫你还记得吗？我们带小花去过英国，对，然后在那个古堡里面的工作人员还说小花的英语发音非常非常的英国，很英式。这个您都记得？当然，伦敦英式啊。然后你现在是怎么突然间对这个配音就产生了这么强烈的这个兴趣呢？
其实一直挺感兴趣的，就是没胆儿去，你知道吗？啊，真的？那这次的所有的片段都是你自己选的，还是怎么的？《冰雪奇缘》是导演组建议我的啊。一开始我还挺介意的，我说这老大不小了，别弄那些太可爱的东西，就不像吧。然后但是其实，谢谢。而且那3个阶段都是配出了那个精髓，小孩的那种啊，然后特别令人惊艳。对。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Come on, let's go and play.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Or ride a bike on a horse? Please, I know you're in there. People asking where you've been. 很强，真的很强。就是因为你得花时间去练。包括后来的像马冬梅和曲筱绡，因为这俩的反差特别大。其实一开始我只是一个想法，然后我说，我这2段能不能试一试？夏洛，我是不是给你脸了？人家秋雅结个婚，你搁这又唱又跳，穿得跟个鸡毛掸子似的，你嘚瑟什么呀？曹医生，我要不要打针啊？不用。可是为什么会这么痛呢？啊，真的好痛啊！一开始也不行，其实真的不是大家想的说一来就能上手，练了很久很久，自己每天在家都要嚷嚷，因为马冬梅那声儿你知道吧，就是你得喊的嗓子都破了。然后隔壁邻居真的是见谅见谅，我每天都在家里大喊，希望他们没有报警，没有举报，已经搬家了，已经搬走了，狂躁症。你看啊，现在小花她现在唱歌，而且演戏也演得非常好。你看在我们台里也播过她的那个古装扮相的兰陵王妃，方芳菲太漂亮，很美很美的。哎呀，您永远都夸我好，你本来一直都很好啊，记得你的一切就是小心点吧，就是好啊，特别棒。对。但是说真的，我特别感谢，无论是在配音还是以前贝贝带我去英国这么多的过程，就是因为你们给我的鼓励，我才把很多觉得自己不行的，然后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所以做任何事情就是要坚持，有那份信心，我觉得一定可以。当然。其实这个很多艺术都是相通的。你看你唱歌啊、演戏啊，现在再去配音，对角色的这种把握，应该还是上手会比较快一点啊。艺术就是还是有一个共通性吧，像以前有唱过歌、演过戏，然后你再去配音的时候，这个共情的能力就会上手的很快。是，今天的韩愈呢，也为我们天天向上的观众呢精心准备了一段配音表演，哪一段？想送给宅在家里的各位大小朋友，就是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然后挺可爱的一个片段，叫你看起来很好吃。好，来，你看起来很好吃。好，预备备，我可以来了，开始。
光光的话，任谁看了都会一口把你吃掉的。你知道爸爸刚才有多担心吗？对不起了，人家只是想跟爸爸一起吃东西。啊，哎。哇，好厉害！这是玛丽跟刘同厉害。哇，还行吗？岂止是还行啊，到位，每一个到位，节奏感特别好，一下子。播出的时候把我的脸模糊掉，肯定都扭曲。美着呢啊！一下子就把我们给带进去了啊！谢谢韩韵啊！我们要韩韵保持在线啊！韩韵保持，跟我们一起来看看下一位到天天向上的声音集结者会是谁呢？小黄人来了，小黄人把你的屏幕横过来。爸爸嘞，爸爸嘞。小黄人，你是谁？很累的。好，那你就赶快摘下面罩吧，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谁。知道你是谁？不让观众留点悬念吗？还留什么悬念呢？都知道你是谁。Hello， 浩明，哇，新年好，新年好，天鹤，大宝老师，还有一博，还有韩韵，韩韵对啊，浩明现在是在哪儿啊？在广州家里。对啊，我在家里啊。哇，峰哥你都变成这样了，太吓人了。什么叫太吓人了？那把你吃掉，你看起来很好吃。我应该拿个小黄人遮一下，遮不住。这一排小黄人啊。浩明在家待了多久啊？哇，我都待了差不多1个月了，韩哥。为什么1个月呀？我从21号结束工作，然后回到广州，正好那天应该是大年27。那2天之后呢，就是网上就说这个疫情，然后开始严重了。然后我呢，本来我还打算这个年初1到上海啊，去到家里过年啊什么的。这个你还是别看了啊。然后我就把那个机票什么的，所有的什么订的这种年夜饭啊、餐厅啊那些全取消了，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浩明在家都待着头上长蘑菇了。浩明现在表现是越来越好，不仅在这个《大明风华》里面这个演技啊突飞猛进，而且是跨界玩起了这个配音，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韩韵，你看过浩明哥哥的配音吗？看了《霸王别姬》的那个片段。霸王别姬因为我之前有另外一部戏，然后也是特意去学了一些戏曲啊什么的，昆曲啊什么的，太难了，我觉得。然后我看到浩明出场那一刻，然后包括整个效果，太棒了。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来，我们再来。大王，快将宝剑赐予妾身。千万不可！大王，汉兵他杀进来了。在哪里？我猜他之前肯定是花时间，之前就已经学过的那种，绝对不是一时半会儿。对，因为他这个就是唱腔，再包括他的那个身段那些，没有这个几年功夫，真的下不来。这没错，真的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我特别想问一下浩明，一开始接到这个身临其境的邀约的时候，你好像还没有太大的这个信心要去参加，拒绝了。哇，这个身临其境啊，因为我前2季我都看了，然后去的那些嘉宾真的都是，哇，大师级别的，就是没有一点功夫你是不敢上这个节目的，你知道吗？真的是，我们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然后我都特别的惧怕，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点功力怎么能够去这个节目呢？去了不就是真的出糗吗？你知道吗？我是有了在《大明风华》里面去尝试过自己去配音的这个经验之后，然后接到他们第3季的身临其境的邀约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个有那种就是心很痒，但是又怕，你知道吗？对。最后呢，就被所有身边的人，这个损友啊，全都推上去了，说你去吧，推了一把。今天浩明也特地为我们准备了一段最近玩的这个配音秀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听听浩明的啊。
晚上。晚上要注意龙体啊。晚上。晚上。这第3碗酒啊，朕要敬给朕的死敌们。鳌拜，吴三桂，郑经，噶尔丹，还有那个朱三太子。他们都是英雄豪杰呀，他们造就了朕啊，他们逼着朕立下了这丰功伟业。朕恨他们，也敬他们。可惜呀，他们都死了，朕寂寞呀。朕不祝他们死得安宁，祝他们来生在世再与朕为敌吧。皇上！酒别倒了，浪费呀，皇上！哎，你看他们这配音啊，很有感染力。谢谢浩明。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一位宅在家里迫不及待想要出来发发声的歌手。我们首先听听他的声音啊，猜猜他是谁？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也想爱他，每一滴泪水，如果唱一句话，向着我爱的人追吧。哇，这姑娘真好听，唱歌。哇，好好听哦，太熟悉了。哇，还有 echo， 大家猜猜看他会是谁呢？梁静茹呢？根本不用猜。去哪里了？对，这天籁之声，一听就是王宝强的声音。你怎么能够这么说呢？最近我们最近特别熟了，明明是天籁周生嘛。天籁周生，天籁周生。周深，对，我们欢迎歌手周深。周深，一周比周深，Hello， 周深是第一次来到《天天向上》就云录制啊，什么感觉？怎么说呢？第一次来到《天天向上》就要跟大家隔着屏幕，现在特别希望疫情赶紧过去，然后去到现场跟大家见面。对，好像大长腿跟这个周深之前都熟悉的啊。对，然后我都说大长腿是我，你现在看不见我，我新年做了新的手术，然后切了6个膝盖，腿现在特别长。然后没有，我是说，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蒙面的一个唱歌的节目，我就说周深的声音太好听了，我感觉如果人类根本没有音乐这个概念的时候，周深一唱歌那就是音乐的开始。我觉得周深唱歌。不敢！大老师，你能想到吗？我还要在这个背景下参加歌手哎。你泄密了。我刚听的时候想给大家刷坦克、刷飞机、刷游轮，双击666。有些功能吗？现在刷点口罩最好。刷口罩、刷酒精。对，好多人都说周深的声音是属于那种开口贵啊。我们现场来一段，深深。好。呼んでいる胸のどこか奥でいつも心躍る夢を見たい悲しみは数えきれないけれどその向こうできっとあなたに会える。哇，谢谢。这个歌叫什么名啊？叫什么？这个清澈卡纳基米花是不是？卡纳基米花。哎呀，这太好听了！周深，你本身是哪里人？我其实就是湖南人，我是湖南邵阳的。哦，你在贵阳长大。你会说邵阳话吗？你现在晓得讲邵阳话吗？会啊，我在屋里还讲邵阳话。这个周深也是个语言小全才啊，有很多地方的方言都会。听说是除了这个温州话、福建话，其他的地方的话，好像都比较了解，都比较熟。我可以学，但是说到方言，肯定是韩歌。不，最厉害韩歌。我是比较喜欢去研究啊。那我们现在请深深
用这个特殊的本领啊，各地的方言唱一下我们的《天天向上》。好。高起的不算热情，平静并容随之情，直接看中谈一切，怎麼可能？哎呀！地楼男女在一起，地楼男女在一起，你流行就是一切，等候一切温柔天真。啊啦，天天向上发光发光，天天向上来你放上，别再哦，把力把气大声唱。来，厉害！那周深，你怎么会想到会对配音产生了兴趣呢？其实最开始我是想当一个配音演员，然后后面没有当成了一个歌手。哇，深深简直是太神奇了！他原来学的是医学，韩哥。对，先学的是牙科。对，牙医，一个想当牙医的配音演员不是一个好歌手，还真是。一波三折，一波三折啊！可不可以就帮我们展示一些不同的一些声音，深深？我用萝莉音、御姐音和巫婆的声音说：“你喜欢我的声音吗？”好。你喜欢我的声音吗？你喜欢我的声音吗？喜欢。你喜欢我的声音吗？巫婆，你喜欢我的声音吗？最后那个笑啊！你喜欢我的声音吗？他让我怀疑我是不是女生？你看我说话都是这样的，他怎么说话是那样的？好可爱啊！好，接下来呢，我要告诉大家啊，周深和韩韵啊，模仿皮卡丘的声音都特别的像。来，你们两个隔空来一个各种情绪的皮卡丘的对话。好，我们先皮卡丘出现。皮卡皮卡皮卡丘，皮卡皮皮卡丘，皮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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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皮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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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皮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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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对话内容不是这两个人就是对着打喷嚏，你看，这是谎。我们听得懂对方在说什么，他们一定听得懂。后期打字上去，把台词打上去。估计是勤洗手、戴口罩、少出门啊，就是这样的内容。多通风啊，多通风啊。当然。天赐的好嗓音的这个深深啊，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配音选段？我其实有点压力，因为小花老师在《身临其境》里面表演过，就是《冰雪奇缘》里面的。来看一看，来踢馆了。天天向上提醒您消耗看点。有点头皮发麻的感觉啊！疫情结束的第一天，我要飞奔过去抱紧他。我也要去。可实际上是这样的，我已经1个星期没有洗头了。出门要带什么？口罩。路上我想喝奶茶，怎么办？喝呀。出门戴口罩要全场。这几天口罩戴得我闷得慌。您都戴的什么口罩啊？ N95啊。老年人最好不要戴 N95 或 KN95， 为什么？58同城天天向上，待会儿见。58同城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58同城独家冠名的天天向上。58同城现已开通视频面试功能，找工作上58同城。好嗓音的这个深深啊，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配音选段？我其实有点压力，因为小花老师在《身临其境》里面表演过，就是《冰雪奇缘》里面的。来看一看，来踢馆了。Elsa,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Come on, let's go and play. I never see you anymore. Come off the door, it's like you've gone away. We used to be best buddies, but now we're not. I wish you would tell me why.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It doesn't have to be a snowman. Go away, Anna. Okay, bye.
wanna build a snowman around the back, around the hall. I think so confident it's overdue. I started talking to the pictures on the wall. Hanging a drum, it's getting a little lonely. All these empty rooms, just watching the outtakes by. Elsa, please, I know you're in there. People are asking where you've been. They say have courage, and I'm trying to. I'm right out here for you, just let me in. We only have each other, it's just you and me. What are we gonna do?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好棒还是很厉害呀！哇，好厉害哦，有点头皮发麻的感觉啊。关键他是男生，对女生情不可以。谢谢小何老师。既然大家都是这个配音爱好者，最后呢，3位嘉宾一起来玩一玩最近陪伴很多人宅在家里的项目，一个配音秀。怀秀帮呢特意为我们制作了一个片段，来准备开始。防疫战。新型肺炎防范知识随机测试。放马过来。出门要带什么？口罩。路上我想喝奶茶，怎么办？喝呀。出门带口罩要全场，全场你懂吗？不能在美食的诱惑下前功尽弃。是我大意了。罚你再去给我买几个口罩。这一时半会儿很难买到的，能不能给缓缓啊？我就是缓缓啊。心梗是要扣钱的。那个你上次用过的 N95 口罩呢？还能再用吗 ？N95 口罩在保存得当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多次使用。这题你居然答对了。我不是答对了吗？要保持安全距离，你不知道吗？这几天口罩戴得我闷得慌。您都戴的什么口罩啊 ？N95 啊，老年人最好不要戴 N95 或 KN95。为什么？这些口罩呼吸阻力很大，老年人长期佩戴后容易出现胸闷、气短、憋喘等症状。您呢，戴普通医用外科口罩就成。我原以为在家办公是这样的，举手投足间尽显职场精英气质，家人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尔康，我真的好崇拜你。可实际上是这样的，我已经1个星期没有洗头了。我不认识你啊，你哪位啊？还有疫情结束。好，疫情过了，我们又可以开工了。本业务标兵已经按捺不住了，我预感1个月内就能完成1年的 KPI。啊！渣儿，疫情过去了，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要奔跑、旋转、跳跃，还要跟敖丙一起踢毽子。我也要去！我的对象在哪里？对了，我是单身，打扰了。啊！哇，好棒啊！大家一定要了解啊，这个如果是在现场的话，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本身是在云录制，传输与传输之间有可能有一些信号的损耗，有一些延时，能够配成这样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对，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我们的韩韵、浩明还有周深的到来。我们要在这个云录制的这个歌手里面听到你美妙的声音。一定好好的保护他。我一定会的。我还是单身的，还没出戏，还没出戏呢。对，再次感谢4位。谢谢韩哥，谢谢。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58同城独家冠名的天天向上，58同城现已开通视频面试功能，找工作上58同城。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疫情暂未结束，同志仍需努力。我知道你们想出去玩，不行，不行，不行！现在还是乖乖待在家，让天天兄弟带你感受快乐吧。
美食球赛泳池玩不停，蒸下放飞自我，开心！面好香啊，简直了吧，简直！大轮！哎呦，这脚底板脏的哟！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海外同胞们、港潮朋友们，我们现在是在青竹湖球场向您现场直播王一博和前锋的漂亮！天天兄弟和他们的朋友们即将展开一场心跳加速的逃脱之旅。先生，咱们还得走多长时间啊？什么意思？可以摘了吗？哎，我们有一个钥匙，我们这边有锁。哦，这个，哦，这里。哎，同学们，咱们这儿出不去哈。哦，就要过去，但是还有第二个密码。第二个密码在哪？快走！第二个密码。为什么没有人信我？为什么不动手啊？什么都没有。倒计时5分钟。现在我们已经猜出了那种幻觉来了，已经不猜了。放松警惕没有意义，这场战役终将胜利。熬过疫情，冲出房间，呐喊着拥抱着阳光下的春天。14亿中国人内心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声呢，一定可以击退这个病毒。待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摘掉口罩，欢歌庆祝。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冠名商58同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58同城现已为全国求职者开通视频面试功能，找工作上58同城，在家就能面试。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再见。